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18号星期四了，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就随意跑了。今天不跑刻意的强度，这个周期感觉相对疲劳一些。这几天工作有点忙，就导致白天有时候一坐就坐好长时间。今天咱们回评论啊，看又准备了一个小条贴胳膊上。这天一下热起来了，昨天热的有点受不了了，好像北京也特别热了。这边这鸽子呀，太不怕人了，我有时候都怕它，得绕着它走。很少跑这条路，这条路挺宽的。行，那一会儿换个视角，咱们聊评论啊。然后咱们开始啊。AirPods Pro 1代和2代怎么选？那就选2代呀。这两个戴上去的感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，或者说就是没有区别。这东西没必要买1代。而且有人说戴这个戴不住，其实每个人耳朵形状不一样的，这个没法代表大多数。但是我是真的喜欢这个耳机，戴上去以后不仔细感觉也没有异物感，然后还特别的稳。有一小伙伴说来北京出差打卡了2条跑步路线，不错哈。其实很怀念故宫的，不光是因为来到大阪，在北京后来搬到郊区，特别怀念故宫的路线。我从起床到跑步这段时间干什么？忙工作、看电视、弄3D 打印机，也就这3件事儿。大部分先看看有没有工作上的事儿，有没有出什么问题，然后呢，趁着脑子清醒，想想白天的规划，然后就看会儿电视啊，刷刷自媒体呀等等，看看评论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从起床到出门跑步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近视多少度？一个350，一个325，但是350的那只呢有50度的散光，就是右眼不太好，就不戴眼镜不太行。不戴眼镜，你要说很勉强的看近的东西是可以，但是看不清楚。有一位女性跑者，36岁，月跑量坚持了半年的200公里，但是半程马拉松仍然进不了2小时，好像是2小时01，就有些沮丧，有些不开心。其实男女真的在运动上差距挺大的，尤其是在就是我们这就看您的年龄，咱们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一代人，赶上了那个物资还不是很充裕的时代，和之前的一些观念，就是越是这样，其实男女差别、运动能力差别就会分得越来越大。那年去纽约跑马拉松之后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说，无论是芝加哥还是纽约，当时我那个成绩跑到最后，尤其是芝加哥，当时跑了3小时54，到最后几乎男女是一半一半。包括这次东京2小时47，我前面的女性选手也比在北京的时候多得多。这个没办法，差距一部分是性别原因，一部分是您跑步之前的这20多年的生活，只能慢慢来。因为一般男子就是成年男性力量很少有很薄弱的，通过半年1年的跑量堆积，解决了跑不下来的问题之后，速度都不会太差。而女性是要做专门的力量训练的，或者多跑一些强度。
加油，你千万别不开心。您这个坚持半年，这个跑量已经很厉害了。还有一位北京的女性跑者说，工作原因没办法早晨跑，中午30度能不能跑15公里？我觉得有些勉强。30度15公里，中途要补给，不能跑太快，而且气温30度，体感肯定在30度以上了，尤其是中午。我觉得10公里左右吧，15公里有些拼。新冠感染好了，转阴以后2、3天开始跑步，然后很多周围人说要休息2个月什么的，本不用啊，这个它就是一病毒。咱们现在人类能得的绝大多数病都是病毒，只不过有的就是感染的部位啊、症状啊、危险性啊不一样。你好了，说明免疫系统战胜了它。你好了以后跑觉得没劲儿，是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你的身体被破坏了，而是因为你歇的时间太长了。这是我的经验总结。至于要不要跑强度，我觉得10天以后吧，前10天先打基础，打有氧基础，并不是为了您的安全，而是说你现在跑强度你也跑不上去。强度课就是我总说该快快，该慢慢。如果你状态不好，强度上不去就不要跑，那没有实际的意义。先把有氧基础找一找再说。我当时是恢复了1周多，就是跑匀速，跑跑就好了。不过这种病还是很影响训练的节奏。如果秋季有比赛的小伙伴，过俩月就得认真注意了。你要是夏末的时候感染一次，对赛季很有影响的。还有崴脚的，崴脚也是这个要注意。至于习惯性崴脚，这个其实就是2方面原因。一方面呢是可能本身您的踝关节力量就薄弱，另一方面就是严重崴脚以后，韧带会没有原来那么紧实，就造成可能关节容易超限活动。然后这时候你可能这就跟杠杆似的，有时候你过了那一个点就回不来了。脚腕的角度也是，你就容易过那个回不来的点。多练练踝关节和小腿的力量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平常多注意。高温高湿训练有没有更好的帮助？我觉得有。其实我成绩突飞猛进那年就是在新加坡那一年，但是并不知道是因为哪个原因。其中一个是增加了单次训练的距离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温高湿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成空腹晨跑，所以它不是一单一变量。但是高温高湿其实会对训练的心态有影响，不容易坚持下来。给您加油！我的夏训的目标，我是很想在秋季努力一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年完成240。因为我的判断是，如果今年再完不成，到明年就很难了，因为我不太擅长春季赛季。但是到明年秋天，我就快40岁了，而且就感觉并不是说身体在比赛的时候没有以前有劲儿，而是说应对现在的这个训练量，身体的恢复情况越来越慢，导致无法应对这个训练量。如果我的训练量一直是每个月200多公里，我可能不会有这感觉，我可能一直跑到60、70岁都能恢复得过来。但是要保证我这个成绩，400公里以上的训练量还是要保证的。但愿吧。很多专业运动员保持运动生命很长，是因为人家是脱产的呀，而且有专业的辅助。如果今天计划跑20公里，是
跑一个15公里，下午再跑一个5公里好呢，还是一口气跑20好？我的观点是一口气跑20好，有几个好处啊。第一个，15公里跟20公里是2种不一样的训练。如果您的目标是全程马拉松，那你的中长距离的训练或者日常训练至少要有20公里的，而不是说跑长距离的时候才跑20公里。就是你得想办法让你的身体适应21公里还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对于普通人还是恢复的问题，我的建议就是，下午可以跑，但是不要跑得太远。如果你上午下午都跑，就是早晨和下午，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身体的条件状态不好。偶尔跑一次下午可以，每天这样的话你恢复不过来。如果你都放在上午跑呢，跑一个20公里，你能恢复一天，下午可以做一做力量训练呀、室内训练，在工作之余，这样安排比较合理。然后就是功率是高好还是低好？那这个问题吧，那肯定是高好啊。但是如果你同样的配速下，你的功率越来越高，那就考虑2个问题：一个是不是变胖了，一个是不是经济性变差了。否则肯定是功率越高越好。看还有没有啊？基本没了。总结了这些，回的节奏比较快，因为我老怕相机没电。今天跑得短啊，还是10来公里就回家。5月18号星期四清晨6点41训练结束啊。今天早跑的也少，1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29，心率149，步频197，功率215。今天也没有刻意控制，就一开始就随意跑。你看这汗真的热了。之后最后的1-2公里、2-3公里，冲了几组，500米，然后400米、300米、200米、100米。分别的间隔是400米、300米、200米、100米，也没有用表，就手动看，都在3分30的平均配速下，可能后边快一些。然后之后往家跑，赶几个红绿灯，有时候赶红绿灯就真的和那种传统的法特莱克一样，他看一个目标然后冲过去。还行，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了。这4天呢，后2天感觉有些疲劳，就小腿有些发胀，可能白天坐的时间长了。就坐办公室的小伙伴们，到下午的时候活动活动，有条件的话，其实挺好的。那我下午有时候就抽出一点时间，做做室内的训练。当然我有条件，我是在家办公，所以不一样。但是其实办公室动换动换也还可以，不一定是很正式的训练。所以我还是觉得接刚才那个问题，就是普通人其实不是太适合上午跟下午两练，就是2个跑步训练。当然您如果都是轻松跑，就几公里那种呢无所谓。如果你上午是一个中长距离的有氧，下午呢又跑一个强度，你第2天早上起来真的恢复不过来，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工作要生活，对吧？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，咱们这个频道都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回复评论和弹幕，我会看这4天所有的视频的评论和弹幕，当然不可能每一条都精读，就看着差不多的或者我觉得有代表性的拿出来聊一聊。咱们频道的女性跑者越来越多，包括现在国内女性跑者也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现象。都加油干！还是那句话，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不知道这个周末还有没有马拉松比赛了？天这么热了，大家训练比赛注意安全。那咱下回再见，加油干！